我这一次打算不带羽绒服去挑战极寒。零下71.2度到底有多冷呢？我想在市面上找到一根能够测量这么低温的一个温度计，我都找不到。基本上市面上能买到的测量最低温的就是零下50多度的这种温度计啊。作为一个环球旅行博主，其实我也没有感受过零下70多度到底有多冷。下面呢，我就即将去到全世界的冷极——俄罗斯雅库茨克的奥伊米亚康，它是全球人类永居地中最寒冷的地方。这个零下71.2度这个温度啊，就是在这个地方被测量到的。奥伊米亚康呢，其实是一个人口总共只有几百人啊，修建在永久冻土层上的一个小村子。通往这儿的公路呢，叫做俄罗斯联邦 M56号公路，也被叫做尸骨之路。平均每12米的公路底下就埋藏着一具修路工人的尸骨。夏天的时候，道路坑洼泥泞，容易翻车；冬天的时候呢，道路结冰打滑，也比较容易翻车。甚至是极端天气情况下，大雪可能封山封路，就不一定能够去得到哪儿。所以这趟行程对于我们来说啊，也是比较的特殊。直到我们真正到达那个地方，中间的这一切到目前为止都还是一个未知数。其实在这趟行程中呢，最大的不确定性就是我们将最终以什么样的交通方式到达奥伊米亚康。奥伊米亚康是一个常住人口只有500多人的一个小村子啊，实在是太小了。去这儿之前呢，得先到达俄罗斯的雅库茨克。雅库茨克是俄罗斯萨哈共和国首府啊，远东地区的第2大城市。从雅库茨克怎样去奥伊米亚康，这个中间呢是没有成熟的商业化的公共交通的，所以我们考虑呢，最终可能是以包车、租车，或者是搭乘去奥伊米亚康的这种大卡车啊，搭顺风车的这种形式进去。但是现在出发之前呢，我们都还不确定，毕竟网络上也比较少的资料可供参考。毕竟呢，在冬天啊，去到奥伊米亚康这个地方的外来游客实在是特别少。也就是说啊，其实过2天呢，我就要出发去俄罗斯了。但这趟行程的最终目的地奥伊米亚康，我们这一次是否能够真正的在冬天啊能够去得到，我现在心里也还是没有底的。这也是我做旅行博主这么几年来最特殊的一次了。下面呢就讲一讲我们这一次去俄罗斯的一个路线规划啊，以及我们去到俄罗斯旅行的一些干货攻略，特别是啊去到这个极寒地区，我们做了哪些物资上的准备。首先讲讲签证啊，现在的俄罗斯是开放了电子签证，可以自己在官网上去填写表格缴费就可以申请了。我试了一下啊，只要4个工作日，那个签证就下来了，确实是非常的简便。但是唯一的缺点啊，就是在电子签只能在俄罗斯停留16天的时间，非常的紧张。然后呢，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那个口岸其实有挺多啊，像大的有满洲里、黑河、绥芬河、抚远、珲春等等。但是呢，支持持电子签出入境的口岸并不是很多啊。然后我在综合了出境之后呢，我们要坐飞机去雅库茨克的方便程度，选择了从抚远口岸出境啊。其实这个抚远口岸也特别的有意思。我之前其实感受过坐火车出入境、坐大巴车出入境、自驾车辆出入境，甚至是走路出入境啊。这一次呢，我将在抚远口岸感受坐船出入境。所以综合起来呢，这一趟的行程路线大概就是重庆飞哈尔滨，然后哈尔滨到抚远，抚远坐船到俄罗斯的哈巴罗夫斯克，然后呢坐飞机到雅库茨克，最后呢以尚不确定的方式到达奥伊米亚康。全球寒冷之地排行榜中，奥伊米亚康是稳居第1位的啊。中国漠河是位于第3位的。奥伊米亚康每年的最低温度基本上至少都能够到达零下50、60度吧。所以说去到这儿呢，必须要做好的防寒御寒的准备。但是呢，我这一次打算不带羽绒服去挑战极寒。先别着急骂我这个决定呢是我做了很多的功课之后做出的决定。最外面的外套呢，我准备了这种皮毛一体的派克服而不是羽绒服。在这个里面呢，我还准备了有抓绒衣、轻薄羽绒，还有羊毛羊绒的打底衫。当然最重要的呢是还有一些暖宝宝救生毯发热贴片等等保命装备。为什么我不穿羽绒服呢？因为我观察了很多生活在极寒地区的当地人，他们在最寒冷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穿着真皮真毛的衣服去御寒。
比如说在藏区啊，很多牧民他们冬天呢就是穿着带羊毛的那种羊皮袄子，然后在俄罗斯的很多市场里面呢，你也会看到他们会卖很多真皮真毛的衣物啊，去御寒。然后腿和脚的防寒也不能有遗漏啊，在腿上穿什么呢？我就准备了这么厚的这种加厚加绒的超厚羊毛裤，这个重量都有850克啊！说实话，以前我这个南方人都没见过有这么厚的这种保暖裤。然后在这个的外面呢，还准备了一条那个加厚加绒的冲锋裤，防水防风的。全部穿在腿上的感觉呢，就像是腿上套了一个10斤的沙袋一样。特别的沉啊，但也没办法，保命要紧啊。鞋子呢，我准备的是这种防水防滑的雪地靴啊。看看这鞋底，鞋子的防滑性是特别重要的。毕竟在冰天雪地里，你要是穿的鞋子不防滑，一个不小心你可能就进骨科了。这个鞋子里面呢是有这个绒毛的啊，非常的暖和。然后这个鞋底的防水台也要相对比较高一点。这个鞋里面呢，我准备了带绒的非常厚的羊毛袜，当然呢还有终极保命武器，就是脚底暖宝宝。其实他们当地人呢，在这种极寒温度下，也并不会长时间的静止不动的待在室外啊，要么呢在室外呢活动一会儿，那身上就不冷了；要么在室外呢待一会儿，特别冷了之后就回室内暖和。所以准备了这些东西呢，我初步觉得应该是差不多了。如果实在不够，到时候去了当地再去买。好了，也差不多了啊，收拾，我们就要出发了。